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女儿和丈夫心上人的儿子同时生病住院，丈夫把唯一的救命药给了心上人的儿子，女儿不治身亡。我对丈夫彻底死心，留下一纸离婚协议书，去了一个小山村教书。那天大雨滂沱，山摇地动，我看见冷情的丈夫搬开一块块厚重的石头，双手鲜血淋漓，深可见骨。再次醒来，我回到了女儿生死攸关的当天，顾廷北。这一次，我绝不回头。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地震之后，大雨接踵而来，整个世界像是被笼罩在绝望的雨幕里。我飘在空中，看着一队士兵赶赴现场。我死了，他应该会很高兴吧。我被压在沉重的房梁下，意识渐渐模糊，这是我死前最后的念头。地震来得猝不及防，我只来得及组织大一点的孩子跑出去。教室里还有2个7、8岁的孩子，被吓得呆在原地，哇哇大哭。我转身跑回教室，眼见房梁就要落在他们身上，一个飞扑把他们护在身下，砰！房梁砸在背上，喉咙里涌出一股腥甜，连呼吸都是痛的。我并不惧怕死亡，女儿没了，我早就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。半年前我救不了女儿，今天一定要救下这2个孩子。我很高兴，我终于能去见我的女儿了。安安，妈妈来找你了。意识渐渐抽离，身上的疼痛也消失不见。再回过神来，我飘在了半空中，一队士兵冒雨前进，领队的身形轮廓看起来有点眼熟。待一行人走近，我看清了领队的人，暗自心惊，是顾廷北。身材颀长，宽肩窄腰，眉目坚毅，一身正气，让人心安。可惜顾廷北的肩膀从来不属于我。震惊后又是意料之中的释然。清远县是顾廷北所在军区的辖区，来抗震救灾也是很正常的事。我不会自作多情的以为他是为我而来。村长披着蓑衣等在大雨中，见顾廷北带人前来，立刻迎了上去。顾团长，地震发生的时候，沈老师正在上课，跑出来的孩子说他为了救教室里的学生没能出来。团长，我挑挑眉，没想到我离开1年，顾廷北都从营长提拔成团长了。村长说着，指了指废墟，黝黑的脸上满是愧疚和着急。沈老师是个好人啊，从来没有瞧不起我们这些泥腿子，上课认真，为人和善，村里人都很喜欢他。男人鹰隼一样的眸子扫视了一圈倒塌的房屋，眉头微蹙，我竟从他脸上看到一丝焦急。结婚6年，顾廷北面对我时从来都是一副冷脸，一定是我眼花了。砖石、瓦砾、木头房梁，没有趁手的工具，只能徒手搬开、挖开。顾廷北毫不惜力，双手渐渐被粗糙的砖石磨破，缕缕鲜血溢出，然后被大雨冲走。团长，你去包扎一下伤口，剩下的我们来就行了。一个士兵看见顾廷北如此蛮干，忍不住过来劝说。顾廷北手上动作不停，头也不抬地拒绝：“我没事，你让兄弟们都小心点。”士兵了解顾廷北的为人，劝说无果又担心他，只好在他身边帮忙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废墟终于清理干净。被我护在身下的2个孩子只受了点轻伤，被他们的父母接回家养伤去了。我飘在半空，看到了自己的尸体，
这也算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吧。顾廷北先是一愣，然后向我跑来，我的身体在房梁的重压下有些变形，属实算不上好看。他半跪在我身边，手足无措地将我搂进怀里。云舒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男人失神的低喃。这1年来，我每天都很想你，想安安，怀念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的日子。对不起，我太笨了，竟然在你离开以后才察觉到自己的心意。早知道放你离开会让我们生死相隔，我绝不会同意你离开。顾廷北说着，眼睛渐渐变红，似有泪水涌出，和雨水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是泪还是雨。我大为震惊，顾廷北居然为我哭了。还没等我震惊完，又听到了顾廷北的声音，满是祈求和无措。云舒，云舒，我爱你，求你回来，我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女儿，不能再失去你了。男人声音悲痛，像失去伴侣的大雁，说起来很可笑。我对顾廷北一见钟情，后来嫁给他，做了他6年贤惠的妻子。我小心翼翼地讨好他，祈求他的爱意，可他太吝啬了，总是摆着一张冷脸，在家也对我疏离客套，倒是对秦依依母子和颜悦色，照顾有加，甚至为了他的孩子放弃我们的孩子。如今的悔恨、爱意或许是真的，但曾经的冷漠、忽视和偏袒更让我刻骨铭心。顾廷北还在向我诉说他的真情和悔意，我痛苦地闭上眼睛。顾廷北，太迟了，从前我的爱你不稀罕，如今你的爱我也不要。我们夫妻一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，若重来一次，我不会嫁给你。我自言自语地说完，顾廷北像是有所察觉，抬头看向了我。明明我现在是魂魄，他应该看不见我的，但他的目光依旧让我灵魂一颤，随后彻底坠入黑暗。医生，杨洋怎么样了？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。女人略带哭腔的声音响起，柔柔弱弱，让人不禁猜想，声音的主人必定如3月杨柳般弱不禁风，听起来有些熟悉。是谁？我半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使劲摇了摇自己的头，眼前模糊的人影终于清晰起来，是秦依依。她软倒在我丈夫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我的丈夫顾廷北虚抱着她的身子，面露担忧，一错不错地看着她。鼻尖传来的消毒水味让我的神志迅速回笼。医院，秦依依，顾廷北。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脑子里冒出来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1年前女儿病重的这一天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救下我的女儿。思索间，医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说出的话和上辈子一模一样。秦同志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病人。医生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我们3人，斟酌着开口。周阳和顾安安小朋友患上了同样的病，但目前针对这种病的药医院只有1份，从市医院调过来得打报告，最快也要3个小时后才能送到我们医院来。我担心小朋友等不到那个时候啊。医生的潜台词是，药品只够救1个人，都是4岁的小孩子，病情又差不多，要救谁？秦依依一听，晴天霹雳般的愣住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滴落。真是我见犹怜，顾大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争气。要不是我身子不好，怀着杨洋的时候早产，他又怎么会从小体弱，现在还得了这样的病？顾廷被双拳紧握，青筋爆出。我知道他在纠结什么。见顾廷北不说话，秦依依拿起手帕拭去眼角的泪痕，在下猛料，可怜我的杨洋一出生就没了爸爸，要是我家周长青还在，
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救杨洋的。呵，又是老掉牙的说辞。周长青这3个字简直是秦依依在顾廷北这里无往不利的大杀器。顾廷北和周长青是生死之交，4年前他俩一起出任务，周长青替顾廷北挡了子弹，英勇牺牲。秦依依听闻噩耗惊动胎气早产，再加上顾廷北对秦依依不可宣之于众的心思，爱慕、心疼、愧疚，各种感情复杂交错。顾廷北对秦依依母子可谓是照顾有加，孩子病了，家里水管坏了，哪天孩子又在育红班和其他孩子打架了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顾廷北解决的。大院都说他重情重义，责任心强，只有我知道重情重义的顾廷北是如何漠视他的妻子和女儿。果然，我看到顾廷北握紧的拳头悄悄松开，深吸一口气，像是做出了决定。他看向我，云舒，先救杨洋吧，他从小身体不好，安安比他活泼健康，一定能撑到药品到来的时候。安安现在看着是比周洋健康，但他3岁之前也经常生病。顾廷北天天往秦依依家跑，我就只能独自照顾安安。你以为安安生来就有健康的身体吗？我费尽心力养大的女儿，不是你偿还救命之恩的筹码。越想越气，我忍不住冷笑一声，凭什么？要先救谁得听医生的。医生总算看明白这3人修罗场了，出了一头冷汗。他就是个小小的医生，全场唯2的男人是部队里的营长，那是他惹得起的人物。中年医生支支吾吾，一旁的秦依依忍不住说话，他又开始哭，满脸悲伤地祈求我，云舒姐，求你把药让给杨洋吧，他是早产儿，身体不好，等不起的。我家里重男轻女，好不容易进了文工团，嫁给周长青，没想到他去得那么早，我只有杨洋了。云舒姐，你跟我不一样，你出身好，又嫁给了顾大哥这样有出息的男人，一家3口谁不羡慕？他沉浸其中，说到伤心处还走过来试图拉我的手。云舒姐，你就让我吧，给杨洋一次活命的机会。安安身体好，他可以等。秦依依，你凭什么要我的女儿为你的儿子牺牲？我右手蓄力，狠狠扇了他一耳光，真爽啊！我抬起左手，还想再来一巴掌，却被一只大掌牢牢钳住，不做他想。是顾廷北，他松开我的手，转身去安慰秦依依。你说话就说话，怎么随便打人？我打他是因为他该打，永远扮成柔弱小白花，让顾廷北毫无底线地偏袒他们母子。顾大哥，我没关系的。秦依依不管顾廷北的安慰，一双美眸泪光盈盈地看向我。云舒姐，只要你同意把药让给杨洋，你随便打，随便打。他说着就牵起我的手往他脸上打去。够了！顾廷北怒火中烧，制止了秦依依的行为，看向我下了最后通牒。云舒，长青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看着杨洋去死。他转头看向医生，医生，把药给周洋用，一切后果由我承担。你拿什么承担？上辈子周洋痊愈出院，我的安安命丧黄泉，你不也活得好好的吗？明知道结果，偏偏要自虐般的听他再说这些话。我转头擦去汹涌的眼泪。顾廷北，我想着周长青救你一命，你和他兄弟情深，多照应一点是理所应当的。所以从前你对秦依依母子照顾有加，我忍了，一点闲话都没说过。可我没想到，你居然这么干脆地放弃了自己的女儿。安安有你这样的父亲
真是他的不幸。顾廷北企图辩解，云舒，我没有要放弃安安，医生说了，最快3个小时就能把药调过来，到时候安安就有救了。我终归是欠长青一条命，你欠周长青的命，就要用女儿的命去换他儿子的命吗？我直直盯着顾廷北，眼含泪光，愤怒又失望。够了，顾廷北，你欠周家的命，你愿意给他的老婆孩子当牛做马，我绝无异议。你既然选择放弃安安，那么从今往后你就不配做他的父亲。我的女儿我自己会救。说完，我一把推开顾廷北和秦依依，快步走向安安的病房。小小的人儿躺在雪白的被窝里，因为生病，脸上泛起不正常的红晕。我的安安还在。上一次我听了医生和顾廷北的话，留在医院苦苦等药，可药品迟迟不到，我永远的失去了我的女儿。这一次我一定要救她。我走到床边，一把抱起安安。妈妈，我好难受。安安被我的动作惊醒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稚嫩的童音仿若隔世，水雾模糊了视线。我眨眨眼睛，让泪珠滑落，随即扬起一个笑脸，柔声安慰她：安安不怕，妈妈在呢。妈妈带安安去大医院看病，病好了，安安就不难受了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轻拍着安安的小身子，抱着她往外走。刚走到门口，就撞见顾廷北。你要带安安去哪儿？我满眼讽刺地看向他，不想再和他浪费时间。带安安去市医院看病，不然留在这儿等死吗？说完，我想绕过顾廷北离开，却被他拦下。我不耐烦地骂他：好狗不挡道。顾廷北一噎，但狗嘴里还是吐不出象牙。你一个人带孩子去市里看病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多不安全。要不……我反唇相讥，玩味地看着他。所以呢，顾廷北，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市医院吗？顾廷北哪里舍得留秦依依一个人呢？她没了丈夫，还要照顾生病的孩子，多可怜啊！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直白，顾廷北一时语塞，拦着我的手也缓缓放下。云舒，我记得你奶奶的一个学生就在市医院工作，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，请他关照12。依依和杨洋这里实在离不开人，团里后勤队的同志正好要去市里，我去打个招呼，让他们捎带你们母女俩去市医院。团里的后勤队去市里都是有任务的，还要层层审批，手续很麻烦，我等不起，安安也等不起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去找车。刚才顾廷北让医生先救周阳，被我一顿批判不配做安安的父亲，此刻倒是有了一点慈父之心，毕竟不占理，说出来的话底气不足。好，你们先去，等杨洋情况好转了，我一定去看你们。我不置可否，漂亮话谁不会说呢？说得出未必做得到，这样的话我听过太多次，可他每次都食言。重来一次，我不再奢求他的爱，不再相信他的诺言。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。我没有看他，错身离开。我找人托关系，又花了一笔钱，才找到了去市医院的车。一路上风驰电掣，8月的热风从车窗灌进来，把我额前的发丝吹得乱糟糟的。在静默的氛围里，时间显得格外漫长。1个小时后，我带着安安到达市医院，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子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看起来很是儒雅随和。我加快了脚步。赵叔叔，中年男子看见我，热情相迎。小云，你来了。1个小时前，你给我打了电话，安安的病情我已经大致了解，市医院能治，你放心。我跟在赵叔叔身边，随他一起走进医院。
赵叔叔，麻烦您了。多谢。赵叔叔扬怒，带笑的脸一垮，看起来有些生气。你奶奶是我的恩师，我和你父亲又是至交好友，我看着你长大，把你当成亲侄女，只是给安安的医生打个招呼，道谢就见外了。赵叔叔是我奶奶的弟子，奶奶是中医世家传人，年轻时留学西洋，学成归国，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投身革命事业，成为军医。奶奶在部队认识了我爷爷，结为革命战友。二老只有我爸爸一个孩子，奶奶想把一身医术传授给我爸爸，但爸爸对此不感兴趣，倒是很向往军营。渐渐的，奶奶歇了心思，意外发现赵叔叔很有医学天赋，就收他做了弟子。我侧头看向赵叔叔，扬起一个微笑，很快走到诊室。还好送医及时，这种病多见于儿童，死亡率高，但只要及时用药，就能转危为安。我让护士带你们去病房，药品随后送到。我喜极而泣，好，多谢医生。1周后安安痊愈，今天是出院的日子。我一边收拾衣物，一边和安安说话。安安乖巧地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啃苹果。妈妈，我们今天要回家了吗？我扬起一个笑，转头看她。是啊。安安开心吗？小姑娘低头思考，都忘了吃苹果。我不想回家，杨洋会抢我的零食和玩具。爸爸总说我是姐姐要让着弟弟，还经常抱他，都不抱我。说到爸爸，安安的情绪明显低落下来。妈妈，爸爸对杨洋更好，他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我和顾廷北算是包办婚姻，爷爷和顾爷爷是生死之交，因为对顾爷爷有救命之恩，顾爷爷提议结成儿女亲家，两家亲上加亲。奈何爷爷和顾爷爷只有儿子，这婚约就顺延到孙辈。新华国成立后，爷爷和顾爷爷到不同的地方任职，两家来往渐少，只在逢年过节时送些节礼。妈妈生我时大出血去世，爸爸在我13岁那年初任务牺牲，5口之家只剩我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。爷爷奶奶年轻时参加抗战，身体落下许多暗疾，6年前先后离世。6年前爷爷病重，担心我独身一人没有依靠，联系顾爷爷想要履行这桩婚约，我不置可否。如果结婚可以让爷爷放心，我愿意遂了他老人家的意。领证前见到顾廷北，我很惊喜。半年前我路过一个偏僻的小巷，差点被流氓调戏，是顾廷北如天神般降临，教训了坏人，还把他们送进派出所。当时天色已晚，他担心我的安危，送我回家。女子大多崇拜英雄，我也不例外，只是那天太匆忙，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，家住何方。现在重逢，喜悦盈满了我的心。没想到结婚对象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外形条件自不必说，相貌堂堂，身高腿长，加上救命之恩生出的好感，这些都让我对和他的婚姻产生了向往。在2位爷爷的催促下，我和顾廷北结婚了，捧着奖状一样结婚证书，我暗自兴奋，没注意到顾廷北晦暗的眼神。我一头扎进了这段婚姻，到如今热情慢慢熄灭，遍体鳞伤。纵然顾廷北的偏袒是事实，可女儿还小，我怎么忍心告诉她，她的爸爸就是偏心别人家的孩子，这对她太残忍。我走到女儿身边，蹲下来平视她。杨洋没有爸爸，所以爸爸才会对她好一点，可是爸爸也很爱安安。你小时候爸爸还经常抱你呢。这话说的我自己都不信。我暗暗唾弃自己，
扬起一个笑，摸摸女儿圆润的脑袋。安安，如果妈妈和爸爸分开住，你想和妈妈还是爸爸住在一起？小姑娘笑着扑进我怀里，朗声回答：我只喜欢妈妈，我要和妈妈在一起。其实小孩子什么都懂，知道谁是真的爱他。我替安安理了理2个小辫子，单手抱着她站起来。妈妈和安安永远在一起。现在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好。到家已经是下午4点了，桌椅板凳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尘，想必是顾廷北天天在医院打转，没时间打扫卫生。我简单打扫了客厅和安安的房间，然后带着她下楼买菜。楼下很多军嫂带着孩子在外面玩。路过一棵大树时，吴政委的妻子叫住了我，周围几个嫂子也围过来凑热闹。小云啊，听说你带安安去市医院看病去了，安安好了没？我牵着安安的手动了动，笑着搭话：多谢吴嫂子关心，安安好了，你看她现在活蹦乱跳的。吴嫂子点点头，那就好，一关过百病消，安安以后一定健健康康的。话音刚落，就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嫂子说风凉话：廷北媳妇，你带着孩子去市里看病，廷北没说一起去啊。秦依依的孩子这几天也住院，顾营长跟他爸似的跑前跑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才是一家人呢。这位嫂子是大院里有名的大喇叭，最爱说东家长西家短，早就知道他嘴里没好话。他开口时，我就让安安去旁边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了。有些话孩子还是不听的好。我满脸苦涩，表示自己理解顾廷北，但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我言不由衷。周营长对廷北有救命之恩，秦依依孤儿寡母的举目无亲，廷北多关照一下兄弟的妻儿也是应当应分的。我出身军人家庭，父母长辈教我为人要坚强大度。我一个人带女儿去看病，廷北留在这里给秦依依搭把手也好。一番茶言茶语算不得高明，但委婉地肯定了顾廷北偏心秦依依母子的事实。在场的嫂子们都是人精，哪里听不出我的弦外之音呢？自己的女儿都病得要去市医院看病了，顾廷北还守着秦依依母子，全然不管亲生女儿。大院里这么多人，他秦依依人缘差到都找不到一个人帮忙吗？平时关照可以，但关键时刻还是要分个亲疏远近的。嫂子们设身处地地想了想，要是自家男人偏心别人家的孩子，他们早就大闹一场了，哪里会像沈云舒一样在外面给自己男人说好话？傻的嘞！这几年来，顾廷北待秦依依母子如何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从前我不说，大家也就当个稀奇事看看，但现在我不愿再忍耐。有人不知好歹得寸进尺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吴嫂子担忧地看向我，拍了拍我的手，我知道你大度明事理，可顾营长再怎么照顾秦依依母子，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小家呀。咱们做女人的要适当示弱，夫妻间有话说开就好，别留成隔夜仇。一番苦口婆心，我左耳进右耳出，无意和吴嫂子争论。我敷衍几句，便带着安安去买菜了。后面传来嫂子们议论的声音，我早看顾营长不对劲了，一有空就往秦依依家跑，和秦依依母子站在一起像一家人。是啊是啊，顾营长为了好兄弟的儿子都不管自己的女儿了。我说秦依依也不是个好东西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大院这么多人，再不济还可以向组织求助，非得天天喊顾营长，可显着他会拿捏男人了。众口铄金，3寸之舌
也能击毁箫鼓。议论声远去，我带着安安到了供销社。洗漱后，我哄着安安睡下，关好卧室门出来，独自坐在客厅。暖黄的灯光照亮了一方天地，月光从阳台跳进来，竟显得悲凉。我环视着客厅的装饰，窗帘、沙发、茶几、桌布都是我精心挑选的。为此，我一趟趟的往县里的百货大楼跑。顾廷北忙着训练，忙着出任务，忙着处理军营里的事，直到周长青牺牲，顾廷北以照顾秦依依母子的名义频繁去周家。起先我以为顾廷北只是关照好兄弟的遗孀，但后来我看见了他看秦依依的眼神。我爱慕顾廷北，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。那天晚上我蒙在被子里痛哭，理智告诉我应该及时止损，可是我舍不得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我相信只要自己当好顾太太，让顾廷北没有后顾之忧，他会看见我的。但我错得离谱，第一次心动的白月光没能得到，就会变成朱砂痣，会永远留在他心上，成为我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前世今生，我看清了顾廷北，我不想再费尽心力的讨好不爱我的人了。及时止损，也是自尊自爱。这一次，我将弃他而去，绝不回头。时钟慢慢走到9点，夜色浓得像墨。门口传来开门的声音，是顾廷北回来了。见我坐在客厅，他有些诧异：“云舒，你回来了？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我也好去接你们母女回来。有心者不用教，无心者学不会。”顾廷北要是真的关心安安的情况，怎么不打电话到市医院问问？怎么不来看看自己的女儿？我冷笑一声，开口嘲讽：“顾营长哪有空来接我们母女？怕是在医院忙着照顾别人家的孩子吧？”如此阴阳怪气，顾廷北察觉出我的不满，烦躁地解开领口的2颗扣子。这次的事是我欠考虑，但杨洋病得严重，秦依依身边又没个搭把手的，秦依依一个人照顾孩子可怜。我有丈夫也形同没有，因为我的丈夫到别人家去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了。相比之下，我还更可怜些呢。既然顾廷北喜欢照顾秦依依母子，不如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一家人。我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顾廷北，我们离婚吧。”重生以来，我想象过无数次向顾廷北提出离婚的情景，以为自己会心痛难过，但真正说出来后，我发现自己如此平静，像万年无波的潭水。我饶有兴致地欣赏着顾廷北诧异、震惊、不可置信的表情。云舒，为什么要离婚？是因为这次安安的事情吗？结婚6年，我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顾廷北从来不用操心家务事和人情往来。他古板正直，不喜欢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但他的疑惑仅仅是因为他的生活习惯，而不是因为我这个人。我叹了口气，不仅是因为安安这件事，这几天在医院照顾安安时，我仔细考量了我们的婚姻。我嫁给你时有多期待兴奋，发现你喜欢秦依依时就有多伤心。顾廷北没想到我早就看出来他喜欢秦依依，还以为自己打着照顾好兄弟遗孀的旗号掩饰得很好，此刻多了些被揭穿心事的气急败坏。沈云舒，你不要捕风捉影，胡思乱想。我和秦依依清清白白，照顾他们母子只是因为长青对我有救命之恩。瞧瞧，为自己的心上人开脱话都多起来了。我沈笑一声，满不在乎地拨弄着一缕发丝。哦，或许你和秦依依确实清清白白，但你的所作所为都告诉我你
偏心他们母子。顾廷北，你骗得了外人，骗不了自己和我。我从前真心喜欢过你，自然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样子。我不等他反驳，看向末世的夜色，在蝉鸣声中忆起从前。你还记得我生完安安坐月子的时候吗？顾廷北一脸迷茫，显然不记得。我生完安安没几天，你出任务回来，说周长青替你挡子弹牺牲。秦依依听闻噩耗早产，你就整日整夜的守着秦依依母子，泡奶粉、洗尿布，托人熬汤给秦依依喝，做尽了丈夫和父亲该做的事。秦依依享受着你的照顾，我却要独自照顾安安。冬天的水真冷啊！我的丈夫却在为别人的孩子洗尿布，全然不管自己的妻女。泪水不自觉滑落，我随手擦去。从前难挨的日子，如今倒可以云淡风轻地说出来了。我可怜秦依依失去丈夫，没了依靠，想着等她的孩子大一点就好了。可我不知道养一个孩子是多么重大的责任，孩子的吃穿要操心，病了更让父母揪心。等孩子长大要去上学，成年后要忧心孩子的工作，工作后得考虑嫁娶，结婚了又要带孙辈。我顿了顿，认真看向顾廷北。顾廷北，以你对周长青和秦依依的情谊，你根本不可能弃秦依依和周扬而不顾。而我不想再和别人分享我的丈夫，也不愿安安和其他孩子共享一份父爱。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但也分厚薄。两个孩子同时生病，你选择放弃安安，这就是最好的佐证。失望都是一件件小事积累起来的，攒够了就死心了。顾廷北从前并不在意我的想法，只要家里风平浪静，他就能毫无后顾之忧的一心扑在秦依依母子身上。但今天我说出了自己的不满，他就不能再装作一无所知。他急切地为自己辩解，伸手想来抓我的手，却被我躲开。云舒，我承认从前亏待了你和安安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补偿你们母女。顾廷北的话可信，猪都能上树。顾廷北，你的补偿我不稀罕，你还是把你的全父爱留给你好兄弟的儿子吧。这婚我离定了，见我如此决绝。顾廷北目露祈求，云舒，你要为安安想想啊，她那么小，还需要父亲。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不行吗？我真是被他的自以为是气笑了。早在医院你放弃安安时，我就告诉过你，你不配做安安的父亲。你也好意思提安安？你给他洗过尿布吗？你哄他睡过几次觉？在是医院的时候，安安问我，你经常抱周扬不抱他，是不是不喜欢他？我当时听到这句话，痛心又羞愧，是我眼瞎，没能给他选一个好父亲。连小孩子都看得清楚的事，你以为装聋作哑，所有的偏袒和忽视就不存在了吗？一通质问下来，听得顾廷北烦躁地抓着头发。他抬起头，眼中的红血丝格外明显。我是爱安安的，论迹不论心。他这种只动嘴皮子的父爱多可笑啊！我忍住了笑声。或许吧，但是安安比不过秦依依母子在你心中的分量。我绝不会再让安安成为你的选择之一。顾廷北的声音有些嘶哑。云舒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咄逼人？我们还像以前一样生活，好不好？好的是你，是秦依依母子，不是我和安安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端起杯子喝了口温水。我需要一个完整的丈夫，安安需要完整的父爱。很明显，你做不到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好聚好散。要是你不同意离婚，没准儿我就要去和嫂子们聊聊。
你是如何热心地照顾秦依依母子，而忽视自己的妻女？说完，我把滑落的发丝别回耳后。你有顾家的背景，这是对你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，但秦依依无依无靠，她会有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。秦依依果然是顾廷北的逆鳞，一听我会威胁到她，立刻就不淡定了。依依那么单纯善良，你居然要用这样的风言风语去伤害她。你既然想离婚，那就如你所愿，我今晚就去写离婚申请。当初要不是两家的婚约，爷爷又言辞相逼，你以为我愿意和你结婚吗？沈云舒，你不要太高看自己了。结婚6年，我知道了顾廷北和我结婚的原因，一是出于沈、顾两家的婚约，但更关键的是秦依依当时选择了看起来更有前途的周长青。顾廷北还没来得及表白的爱意胎死腹中，成为永远不能明说的禁忌。正好遇到顾爷爷催婚，娶不到心上人，娶谁不是娶呢？娶我还能让长辈满意。我怀着期待，顾廷北满是应付，我们就这样走入婚姻。现在惨淡收场，顾廷北回到卧室，重重地甩上门。我枯坐在客厅，惊觉脸上一片凉意，原来是我的眼泪。顾廷北动作很快，第2天就把离婚申请交上去了。这个年代讲究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只要不涉及生死大事，轻易不离婚。加上顾廷北大小也是个营长，部队里公认的前途无量，突然收到顾廷北的离婚申请，领导们很震惊，为此还把我叫去询问缘由。我答应顾廷北不会在大院里威胁到秦依依，但我可没说不通知其他人。算算日子，该来的人应该要到了吧。面对领导，我只说和顾廷北感情破裂，无法继续一起生活。领导苦口婆心地劝我多为孩子想想，但我吃了秤砣，铁了心地坚持离婚。毕竟是个人私事，婚姻自由不能强迫。领导让我回去等消息，部队里会认真考虑。顺路去楼下王嫂家接安安，牵着她一起回家。没想到在家门口碰到等候多时的秦依依。秦依依确实长得好，不然也进不了文工团，还吸引了周长青和顾廷北。婚后转到幕后工作，当妈了依旧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。我和顾廷北要离婚的事传遍了大院，他知道也不奇怪。今天大约是来炫耀的，真是厚脸皮呀！上次在医院挨的1巴掌不够印象深刻吗？我招呼秦依依进屋，让安安回房间玩玩具。转身出来时，她早就自来熟地坐在沙发上了。秦依依是第1次来我家，此刻正东张西望地打量屋里的陈设，眼中的贪婪都快溢出来了。见我到沙发上坐下，连忙开始她的白莲花表演。云舒姐，看到安安健健康康的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好在2个孩子都没事，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？我皮笑肉不笑地盯着他，当然没有，那天也是我太冲动。你的脸不疼了吧？秦依依脸一僵，那1巴掌我用尽全力，痛上2、3天很正常。秦依依最在乎她的脸，可不就尴尬了吗？但脸皮薄吃不着，脸皮厚吃个够。达成目标之前，她绝不会放弃。云舒姐，我听说你和顾大哥要离婚了，是真的吗？打探虚实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我放下水杯，笑着看他，当然是真的。顾廷北的离婚申请已经交上去了。秦依依得到了肯定的答案，嘴角难以抑制的扬起，又被他努力压下。哎，你们夫妻6年，又有安安这个女儿，怎么就走到离婚这一步了呢？看似为我担忧，实则幸灾乐祸。
我懒得和他虚以委蛇。我和顾廷北离婚，最高兴的不就是你吗？以顾廷北对你的心思，离婚后再婚肯定先考虑你呀。到时候你、周扬、顾廷北就可以成为一家人了。秦依依被我戳中心事，涨红了脸。你误会了，长青和顾大哥是好兄弟。顾大哥这些年对我和杨洋照应有加，也是看在长青的面子上，真是既要又要。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，那就别怪我杀人诛心了。我嗤笑一声，周长青不知道她的好兄弟接替了她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吧？你生完孩子，顾廷北天天给你送补汤，给孩子泡奶粉、洗尿布，一有空就往你家跑。水管破了，电路烧了，都是顾廷北去修。你弱不禁风的软骨头样，生理期来了都要顾廷北给你送热水袋、红糖水，一碰到雷雨天就给顾廷北打电话说孩子吓得哇哇哭，想找爸爸。我就好奇了，周长青不是英勇牺牲了吗？周扬去哪里找爸爸？还是说你平时就教周扬喊顾廷北爸爸？真是其心可诛，破坏军婚可是重罪啊！秦依依像是受惊的兔子，眼睛红红的。云舒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杨洋太可怜了，生下来就没了爸爸。我平时都是拿着长青的照片叫他喊爸爸的。周扬喊的爸爸究竟是谁，我并不在意，只是我实在不想看秦依依拙劣的表演。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就别装了。当初你选择周长青，不就是图他前途更光明吗？但你没想到他英年早逝，好日子没过几天就落了空。盘算了周围一圈人，你觉得顾廷北最适合你，一来有周长青和顾廷北的兄弟情谊，二来嘛，我故意顿了顿，你早在选择周长青的时候就知道顾廷北对你有意，所以周长青牺牲后，你就借着生产和孩子套住顾廷北，让他像丈夫、父亲一样参与你们的生活。人嘛，付出越多越珍惜。上次顾廷北在医院选择救你儿子，你不就得意坏了？钓了这么久的鱼，只要把我挤走，你就可以登堂入室，继续过好日子，名利地位都有了。见我直白地戳穿他，秦依依也不装了，掏出手帕狠狠擦去泪珠，哪里还有半点悲伤难过？我想过好日子有错吗？只怪周长青命不好，居然死得那么早，还给我留下一个儿子。说起儿子，秦依依嫌弃的撇撇嘴，一天天的只会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不过他是周长青的儿子呀，顾廷北怎么忍心不管好兄弟的儿子呢？我借着孩子的名义，经常喊顾廷北到我家来，相处中再适当示弱，就能让他怜惜不已。说到这里，他得意地抚平裙子的褶皱。女人啊，还是该示弱，男人才会心疼。你看顾廷北不就对我情深意重，难以割舍吗？把勾引有妇之夫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真是让人恶心。我露出嫌恶的表情，不屑和他多话。好了，你的目的快要达成了，顾廷北留给你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恩爱终生。话音刚落，大门就被推开，顾廷北走了进来，神色不愉。门是虚掩着的，不知道他听到多少。一见顾廷北，秦依依又恢复了小白兔的模样，立刻向他解释自己的来意。顾大哥，我听说你们要离婚，就来劝劝云舒姐。没想到云舒姐，顾廷北满面森寒，说话也不如平时温和。依依，这里没你事，你先回去，杨洋等着你照顾呢。秦依依很会看人脸色，知道现在不宜多话，
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，他等得起。空荡荡的客厅又只剩下我和顾廷北。刚刚你说的话是真心的吗？我奇怪地看着他。我说了那么多话，你指哪一句？顾廷北咬牙切齿地重复：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恩爱终生。当然是真的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拍手叫好。顾廷北坐在我身旁，侧身与我四目相对。你就这么急着把我推给别人？都要离婚了，搞什么暧昧呢？我一把推开顾廷北。我昨天说得很清楚，结婚6年，你当丈夫当父亲都不合格，与其相看两厌，不如一别两宽。你同意离婚最好，不同意我也会带着安安回申城，大不了两地分居。再说了，你好不容易可以娶秦依依，就不想抱得美人归吗？我寸步不让，态度决绝。顾廷北终于让步，是我亏欠你们母女，你想离婚就离吧，安安你带走，我一个大男人也不会带孩子，家里的钱都给你，以后每个月我会按时打安安的抚养费。我在心中冷哼，不会带孩子，你带周洋不是带得挺好的吗？带女儿就不会了，都是借口。不过顾廷北同意离婚就是最好的结果。我起身回了安安的房间，留他一个人在客厅。得到想要的结果，我一夜好梦。等待离婚审批的几天里，我慢慢收拾着我和安安的东西，行李箱就装一些这几天要用的物品。冬天的棉衣棉裤直接寄回申城的家里。申城的房子是爷爷奶奶留给我的，在我成年那天就过继到了我名下。奶奶常说，女孩子的房子不仅是房子，也是她的底气和退路。现在看来，奶奶真是有先见之明。又过了10天，离婚审批下来，我和顾廷北去办了离婚手续。刚回大院，远远看到前面的广场上聚集了一堆人，还有老太太哭天抢地的声音。老太太60多岁，身上的衣服补丁落补丁，身材瘦小，此刻正坐在地上诉苦。我家长青命不好啊，年纪轻轻的就没了，好歹留下个儿子。可是秦依依这个小贱人嫌弃我们农村，硬是带着儿子留在部队，不让我们老两口见见孙子。我家长青还在的时候，对他多好啊，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交给他保管，只给我和他爸寄点养老钱。可是秦依依这个没良心的，我儿子没了，他把那什么金……老太太一时没想起来，周围看热闹的立刻补上抚恤金。他把我儿子的抚恤金都昧下了，一分没给我和他爹留啊，就欺负我们泥腿子见识短，还讲不讲道理了？部队领导管不管呢？还有我的大孙子，我都没见过他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带我大孙子回家，他没了爹，还有爷奶呢。老太太哭诉完，精明的三角眼打量了一圈看热闹的人。听说他早就找好了男人，他找男人我不管，但他不配拿我儿子的抚恤金，得全部还给我。还有我孙子，他姓周，不能改了姓叫别人爸爸。我提前1周给周长青家里写了信，告知了秦依依的全部情况。周老太太听说儿子有一大笔抚恤金，当即就坐不住了。孙子要不要回来无所谓，毕竟他还有4个儿子，孙子是最不缺的，抚恤金一定要拿到手。围观的人议论纷纷，秦依依慌慌张张地跑来：“妈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周老太太眉毛一竖，叉腰大骂：“怎么，我不能来？就许你在部队过好日子，我们就只配在地里刨食。”秦依依连忙堆起讨好的笑，把周老太太往家里拉：“妈，您听我跟您说，主角走了。”看热闹的人也逐渐散去，眼看事情已经闹大，
秦依依不得不忍痛拿出抚恤金打发周老太太。第二天，周老太太成功要到周长青的全部抚恤金，心满意足地回乡下去了。至于孙子，家里一大串，带回去也是多张吃饭的嘴。秦依依留下儿子，倒不是多舍不得，只是留下儿子，才好时刻提醒顾廷北周长青是为他而死，这样他才有借口和顾廷北多多接触，好嫁给他，继续过好日子。顾廷北没想到看似柔弱的秦依依如此贪财，白月光滤镜碎了一地，从此只管孩子，不再理会秦依依的把戏。秦依依嫁给顾廷北的希望彻底落空，在大院名声坏了，工作也受人排挤，过得很不如意，一张脸像枯萎的鲜花，没了生气。部队专门调查了顾廷北和秦依依的情况，虽然没有逾矩之处，但无名无分过于亲密，算是生活作风问题。顾廷北未来3年怕是都没有升迁机会了。我买了2张开往申城的火车卧铺票，离开的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雨，天气稍微凉爽一点，火车站人头攒动。我坐在候车厅，从包里拿出保温杯喂安安喝水，忽然听到有人叫我，声音有些熟悉，沈云舒，沈云舒，沈云舒。我下意识站起来，看见顾廷北在人来人往的候车厅里着急忙慌地找人，一个转身，他看见了我，跑过来将我抱进怀里，耳边是顾廷北灼热的呼吸，还有他欣喜若狂、悔恨交加的呢喃：云舒，云舒，我又见到你了，这不是梦，不是梦，我爱你。我早就不喜欢秦依依了，这些年对她的照顾只是出于愧疚和不甘心。对不起，我早就爱上你了，却还是让我的迟钝伤害了你。听顾廷北的话，他应该和我一样重生了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伤害已经造成，是我幸运才重来一次救下女儿。我真真切切地体会过丧女之痛，那些偏袒和漠视都是真的。我不会再把自己和女儿的幸福交到别人手中。离婚已成定局，我绝不回头。我冷淡地推开顾廷北，无悲无喜地看着他。我们前天就领了离婚证，以后你喜欢谁都和我无关。顾廷北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微微颤抖：云舒，你也回来了是不是？我们不管秦依依了，我们一家3口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用力从他手里挣开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严肃认真的拒绝：不好，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。曾经的伤害、痛苦和委屈都是真的，我对你再无指望。顾廷北失落地垂下眸子，似乎感受到了我心如磐石，不可转也。火车将要发车，列车员也开始催促。我和安安的车次要发车了，再见，顾廷北。我不再看他，一手提着行李箱，一手牵着安安往车厢走去。身后传来顾廷北激动的喊声：云舒，我不会再婚的，我永远爱你。我撇嘴一笑：离婚了，你再不再婚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从此陌路，只有安安是我们唯一的联系。在列车员的关照下，我和安安顺利找到了我们的床铺位置。火车缓缓启动，我看见窗外的风景慢慢后退。火车只会向前走，绝不回头。生活也是如此，要一直向前走，不回头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